团团，你看嘛，今天人堆起堆堆，等会儿找个好口碗摆摊摊，菌干腊肉一摆，少说赚180文。给你2层麻辣腐豆，打糖霜果子，管够哈。这可是能硬扛筑基修士全力一击的9阶灵机啊！一个小丫头一巴掌拍碎9阶灵机，这得是何等恐怖力量！不对，她周身半分灵力偏动都没有，分明是未开化的凡人，定是用了见不得脸的邪术。我二货，老子就轻轻挨了一下，这破石头就直接碎成渣渣了。这帮老辈子该不会喊我赔哦？完了，虎妞体内那怪力又没管住，这下仙贼肯定讹他钱，买零食那点血汗钱全掏出来，都不够赔这破石头。我存了3年的小鱼干钱啊，我心要碎了。实在不行，我用神力定住这群仙贼，你带他往深山老林钻。我的测灵石，老夫守了3届开山大典的上品测灵石啊，价值连城，就这么成了粉。邪修，肯定是邪修，张大派拉去戒律堂都有大刑。你们那么大个仙门，还耍我人这套说？反正我身上就半包花椒跟50文钱，要钱没得，要命一条，你们要不要嘛？放肆！毁了宗门重宝还敢撒野！来人，拿麻绳绑了，押回戒律堂重罚。且慢，灵阶灵石已毁，争论无益。这丫头虽无灵根，但天生祥丽，也算异于常人。以本座看，先授予杂役弟子资质，准许参加第2关秘境考核，能通过便留宗门干活抵债，过不了再逐出山门。少佐，这丫头说不定是用了什么要挟手段，万万不可啊！这石头白生生的，还挺光滑，拿回去腌泡菜压坛子正合适。我意已决，丫头，你被破格允许参加第2关秘境考核了。啊！你们在说啥子哦？我啥子时候说要参加考核了？我大老远跑起来是摆摊摊搞钱嘞！胡闹！玄灵宗仙门考核，多少人挤破头散尽家财都想参加，你当真不想参与这登天之际？这破考核，狗都不……听说杂役弟子管吃管住，每月还有2两银子月钱呢。什么？狗不参加，我参加噻！我的个天老爷，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月钱。存到起，给团团溜溜多存几斤上好的2金条，做好多好吃的菌干，这买卖血赚不亏，干呐！诸位听好，第2关秘境考核时限1天，寻找灵隐牌计分，下品100分，中品200，上品300。斩杀妖兽，采集灵材，按阶加分，1阶50分，2阶200，3阶500，总分定魁首。苏师兄，你可是剑锋100年不遇的天才，剑心通明，这次魁首肯定非你莫属，其他歪瓜裂枣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哼，不过是入门考核罢了。如同儿戏，不足挂齿。哎，伙计，啥子是灵材哦？能打牙槽不？土包子，灵材是吸灵气长的仙草仙药，炼丹用的，会隐匿气息，修仙者得靠仙气探查才能找到。你一个凡人，没灵力又没仙气，还想找灵材？做梦去！咋个了？闻到好吃的了啊！我急，马上就进去吃餐欢。哦，反正来都来了，灵材找不到就算了，我进去多挖点菌子噻，拿出去卖了，给团团溜溜换点零用钱。走喽，干饭去！我勒个乖乖，这地方也太巴适了嘛！恁个多菌子，长得比老家的还肥还水灵，全部采回去晒成干卖给酒楼，起码换半吊子零钱，发财喽！这牛肝菌厚墩墩的，肉头紧实，拿回去炖老腊肉绝对香得跳脚，口水都爆起了。这鸡爪长得好深色哦，撕成丝丝晒成干，肯定卖得起价。回去给团团溜溜改善伙食。团团溜溜，快出来憋到起了，快来吃，背篓就恁个大点儿，装满就装不下了。你们敞开肚皮整，把肚子也张圆，能带好多带好多。哈哈，这蘑菇长得真乖。放肆，简直是放肆之极，暴殄天物啊！你们看，那可是极其稀有的100年份高阶白玉灵菇，炼制极品筑基丹的主药。他居然当成普通野蘑菇随意采摘，还给2个没开化的小东西当零嘴吃，气煞老夫！气煞老夫啊！
电风苏清寒成功斩杀1阶妖兽玄鹰，加50分，暂列第一。不愧是剑锋天才，魁首非他莫属了。哼，秘境考核不过如此。魁首之位本就是我囊中之物，其他不自量力的阿猫阿狗根本不配和我争。苏师兄，出怪事了！那个在山门口闹事的杂役丫头，短短半个时辰不到，竟在秘境边缘采了满满一整筐珍贵灵草灵魔。大惊小怪，一介连灵根都没有的凡夫俗子，不过是歪打正着，运气好撞见一片没被阵法遮盖的灵草地罢了。秘境危险重重，他没有灵气好身，也没有储物袋，就算采再多灵草也带不出去。这种挑梁小丑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不必再理会。不好，这是巨型迷雾幻蝶群出没的半生瘴气，制造幻境极其霸道，连金丹期修士稍有不慎都要沉沦崩溃。他们平时只在秘境核心深渊活动，怎么会跑到外围来了？完了，全完了！那丫头正好在最外围首当其冲，她一个凡人，体内连一丝抵抗幻境的灵力都没有，一旦沾上磷粉，轻则变白痴，重则当场丧命。看来她只能被淘汰出局了。哎呀，哪儿跑起来大扑棱蛾子，烦得很，挡到老子采菌子的光线了。纷纷掉恁个多，把我的极品菌子都弄脏了，卖相一差，等会出去就卖不起价了，真是气死人！这绝对不可能！他明明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连灵根都没有，怎么可能破得了连金丹修士都头疼的迷雾幻蝶幻境？还一巴掌拍死一大群，简直荒谬！不对，太反常了，他身上确确实实一丝灵力变动都没有，究竟怎么扛住幻境侵蚀的？难道说他虽然不能修炼，却天生拥有极其强大的神魂之力，足以免疫幻境？硬是晦气！这婆子长得花里胡哨的，块头大，结果全是翅膀，肉又少，还有毒吃不得，死到这儿占地方，还耽误我找极品菌货。苏师兄，监控那边传来消息，那个杂役丫头遇到一群迷雾幻蝶，结果一巴掌拍死了一大群。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不过是他运气好，碰巧灰袖子扇中了幻蝶阵型弱点罢了，纯靠运气。迷雾幻蝶靠幻境杀人，本体脆得很，他只是撞了大运，真遇上皮糙肉厚的凶妖兽，指定第一个吓得屁滚尿流。走，别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我们去深处找高阶灵隐牌，这才是正事。团团、溜溜，别吃了，给肚子留点缝。我看前面那片林子雾气更浓，菌子肯定更肥更大。走，咱们发大财去！哼着轻快穿越小调流。快跑！后面有一头2阶穿山岩甲，皮糙肉厚，刀剑砍上去连印子都没有，他发狂追过来了。我勒个乖乖！这秘境里的竹鼠怎么长得这么大只？外面这层壳看着硬得很，但这肉提出来做成熏腊货，少说也能卖2两银子啊！这波赚大发了！来得好！不，女侠，你单手就摔晕了穿山岩甲，这可是2阶妖兽啊！嗨，这点事有啥子好金爪爪的嘛？我们屋头后山的野猪比这个还要壮实哦，重得多。以前上山劈柴，一个人扛起好几头拖回村子都没得问题。哎，2
位记到哈，考核完了过来耍，我就在山脚下摆摊盘。这个大眼家的肉熏成极品老腊肉，看在大家都是一届考生的情分上，给你们打8折，来晚了就没得了。二阶穿山岩甲，筑基期修士遇上都要费好大功夫才能拿下。他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随手一挥就摔晕了。力气大点有什么用？凡米而已，没有灵根修不了仙，终究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加上之前斩杀玄鹰的50分，正好250分。目前为止，没人能超过我。魁首稳如泰山。说什么？那个没有灵根的杂役丫头拿到了300分？怎么可能？是的，苏少兄，监控室传来的消息，他一刀摔晕了2阶穿山岩甲，拿了他脖子上的下品灵隐牌，分数确实比您高50分。不可能，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凡人，怎么可能比我分数还高？肯定他耍了什么阴谋诡计。我堂堂剑锋第1天才，绝不能输给一个杂役。走，去秘境最深处找上品灵隐牌和3阶妖兽。魁首只能是我苏清寒的，谁也别想抢走。3阶妖兽，极品大菌子。里头水气恁个重，雾气又大，阴飕飕的，湿漉漉的，硬是长极品大菌子的好地方噻！进去搂他一波，肯定卖好多钱，安逸得翻了。虎妹快回来，里面妖气弥漫，藏着极其恐怖的大危险啊！这进去了，怕不是要变成人家的盘中餐？啥子咯，怕啦团团？莫怕，老家那深山老林子，我哪块没穿过？啥子大风大浪、吓人妖兽，我没见过嘛？里头菌子肯定又大又肥。糊涂啊！那可是秘境最危险的瘴气谷，里面的毒瘴和高阶妖兽，金丹期长老进去不死也要蜕层皮。他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闯进去，必死无疑。哎呦，我的乖乖，别个都怕这瘴气谷，哪晓得这儿藏到起一座活金山，这菌子肥得都快流油了，拿到镇上酒楼起码卖10文钱一朵。还有这带荧光的稀奇货，肯定卖得起好价钱。这一筐给他整满，少说半两银子稳当得很。这回硬是发大财了。哪儿来的烂腾腾，长得歪瓜裂枣的还往人身上蹭，还敢跟我来劲是吧？我看你是没挨过赶山菜刀的锤。哎，莫说，丑是丑了点，还多解释嘞。正好竹背篓装不下菌子了，用这个编个新背篓，省得我下山还要花钱找面匠，又能省好几文，划算。这是什么东西来着？怎么地面都跟着晃？不好，这吼声是镇压在秘境最深处的3阶妖兽毒爪蟒，定是阵眼松动，禁制减弱，他要挣脱封印逃出来了。你们立刻散开，死守住出口，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准放任何妖兽出去。我亲自进去压制，绝不能让这凶兽冲出来，祸害里面参加考核的考生。孽畜，有我在，你休想踏出瘴泽谷半步！终究还是挡不住了。玄灵宗的弟子们，对不住了。哎，你在长虫挡着道就算了，还敢在这咬人，有没有点规矩啊？哎呦我家虎妞牛逼呀！我勒个乖乖！才发现这长虫长得恁个粗壮，皮剥下来鳞片这么结实，构筑3头给好的皮靴子，肉还扎实得很，炖一大铁锅最少都能换5两银子，那下赚翻了！团团溜溜，咱们这下要发洋财喽！哎，郭老倌，大马路边上睡啥子瞌睡嘛？再说山里头雾大得很，地上冰浅浅的，睡到这儿容易遭感冒噻。那可是3阶毒藻蟒，金丹期长老遇到都要避其危防的3阶妖兽，他一只手就按住了，还像抡绳子一样摔晕了，打成了死结。
我是不是在做梦？谁能掐我一下？哎呦，咋个了嘛？大白天的恁个困，脸白得跟白纸一样，怕不是为了找那个烂牌子饿倒在路上了？来，快醒到起，吃点肉垫下肚子。我这腊肉是屋头祖传秘方腌的，加了山上采的香油，香得很。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这怎么可能？这块普通腊肉里居然蕴含如此精纯磅礴的灵气，而且瞬间化解了我体内残余的2阶蟒毒，连受损经脉都在快速愈合，比宗门极品回春丹还神奇100倍。随手掏出腊肉，解开3阶蟒毒，随手一扔，摔晕3阶毒爪蟒。这绝对是隐世不出、修为通天的大能前辈微服私访，故意装成毫无修为来红尘体验生活。我懂了，全懂了。前辈，晚辈林某有眼无珠，没能认出前辈大驾光临，多有冒犯，还望前辈恕罪啊！啥子前辈哦？你是不是脑壳被大长虫撞懵了？我就是大山头出来采菌子卖山货的，你认错人了噻？前辈果然行事低调，不肯暴露身份，我可千万不能不知好歹戳破他，否则惹恼了他，别说我的小命，整个玄灵宗都担待不起。今日秘境阵眼松动，导致毒爪蟒出逃，是极其重大的考核事故。一旦上报，我轻则革职，重则废除修为。这位前辈刚好撞见，必须求他替我保守秘密。这位姑娘，今日你看到的事牵略甚广，还望姑娘大发慈悲，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外说出去。作为答谢救命和保密之恩，我把这瘴气谷里至今没人能找到的上品灵隐牌和一枚中品灵隐牌直接给你，姑娘不用再辛苦寻找，加上之前的分数，可以直接拿满分魁首，风风光光拜入宗门，您看如何？要得，这买卖划得着。你放心，我张小朴向来一言九鼎，保证半个字都不得说出去。我嘴巴严得很，拿针线缝起都没这么紧。团团溜溜作证，哪个说哪个是狗？多谢姑娘体谅，姑娘大恩大德，林某没齿难忘。姑娘，考核时限马上到了，您收获颇丰，不如赶紧从出口传送阵出去吧。这里交给我收拾残局，保证做得干干净净，没人知道。要得，不打扰你干活了。那我先走了哈，你要是觉得腊肉好吃，下次赶场我再带2块来。我的老天爷，还好这位前辈性格随约好打话，换个脾气古怪的，别说只是饭碗保不住，我这条小命都要交代在这儿。今天真是祖坟冒青烟了。苏师兄，你果然是这届最厉害的天才！秘境里那么危险，居然毫发无伤，还一下子拿到2枚灵隐牌，太厉害了！就是，苏师兄不仅找到灵隐牌，刚进去就一剑斩杀了1阶妖兽，总分肯定遥遥领先，满分魁首，除了苏师兄，绝对没第2个人。剑锋苏清寒，中品灵隐牌加200分，下品加100分，斩杀1阶妖兽加50分，总分350分，暂列第一。整整350分，那个没有灵根的杂役丫头，就算运气再怎么逆天，拿到1块下品灵隐牌，也绝不可能超过我。这届魁首终究是我苏清寒的脑之王。不错，清寒这孩子天赋异禀，行事沉稳，果然没让老夫失望。玄灵宗后继有人呐！时辰已到，本次玄灵宗第2关秘境考核，获得魁首的是我勒个斗！2阶烟架，还有那是3阶毒皂蟒！他这是把秘境给搬空了吧？这可是能瞬间团灭一整个筑基期小队的恐怖凶手啊！放肆！
简直是胆大包天！秘境乃是我玄灵宗的考核圣地，你当是你家菜市场吗？连3阶毒爪蟒都敢打包带出来，简直辱没宗门威严！来人呐，把他的东西全部没收，将他逐出宗门！王长老息怒。宗门考核自古便有规矩，秘境之中所得皆归考生所有。他能凭本事斩杀妖兽、采集灵材，自然要算入成绩。他既然能带出来，便是他的能耐，何错之有？哎呦喂，老辈子儿，你吼那么大声搞啥子嘛？不是你们喊我来参加考核的吗？我就顺手采了点山里的普通菌菌，打了几头野味。你们啷个大的宗门咋个这么小气哦？我不管哈，踩到就是我的。你们要是眼馋稀罕，我分你们2朵尝尝鲜也行；要是眼皮子浅不稀罕，我背起回去做成老辣货卖钱就是了，稀奇得很嘛。团团溜溜，走，我们回去吃香香喽！等等，首都，王长老，你们快看他的分数！严首座，他的分数出来了，因为总分实在太高，计算延迟，现在才看到，3枚灵隐牌全中，加600分。斩杀2阶穿山岩甲加3阶毒爪蟒加700分。采集高阶灵材若干加分，总分1300分。他是实打实的本届考核魁首。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堂堂剑锋第1天才，怎么会输给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这绝对有黑幕！我不服！既然成绩预检判定有效，按宗门规矩，魁首可自行挑选主峰拜入。4位峰主，谁愿收这丫头入门下？这帮眼高于顶的老家伙，最看重的就是根骨和心性，绝不会收一个毫无灵根的凡人。正好，我可以顺势把他丢去那个废弃的瘴疠峰。那地方地脉沉绵，最能激发山灵之体的本能觉醒。等他本源彻底苏醒，我便可亲手取来献给老祖，一举两得。我剑锋只收剑道奇才，他连最基本的御剑都不会，只凭一身蛮力，收来何用？平白辱没了我剑锋的威名。粗鄙，连珍贵的幽冥灵芝都当成普通蘑菇乱拔，简直是暴殄天物。我丹峰乃是清修炼丹之地，容不下这种不知爱惜灵材的莽夫。随便养只野猫和竹鼠，连正统的御兽契约都不懂。我御兽峰可不收这种门外汉，手里只有把破烂柴刀，看不出半分炼气天分，我气风也不要。搞半天，你们这几个脑壳子都没得人要我啊！让我问个最实在的，我之前在山门口踩碎的那个啥子测灵石头，还要不要我赔钱了？不用赔的话，我就回山门口摆摊卖我的菌干去了。对了，这第1名有没得奖金哦？要是不能折现发银子的话，你们随便给我画片阴凉的山坡坡也行啊，我好种菌子嘛。既然各峰都不愿意收留这个魁首，我看不如就把他送去瘴疠峰，也算物尽其用了。既然各峰都不便收留，苏师之的提议倒也中肯。本座提议，便安排你去那瘴疠峰吧。那里虽然偏僻，但也算给本届魁首一个清静的容身之处，免得落人口实。瘴疠峰可是宗门赫赫有名的死地，常年毒瘴弥漫，这丫头进去不出3天就得化成一滩血水。啥子？你们说要把一整座山坡坡包都包给我一个人种菌子，还不要租金？要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嘛！一整座大山啊，一年能腌几十坛老坛泡菜，晒上北京的极品腊肉，这下子团团和溜溜一辈子的零食都不愁了，安逸得很。走喽！苏师兄息怒，这魁首被个毫无灵力的人抢了，咱们宗门继承人的位置恐怕会受到影响。要不要我暗中安排人去？立刻传信给我们在瘴疠峰外围的内线，给我好好关照他。不过，瘴疠峰那个童颜疯子峰主，脾气古怪，实力深不可测，行事要小心，别惹到他。堂堂传语小小语。
呦喂，那个地方比我们老家三卡卡里还要潮湿啊！地面上都长出这么大一坨霉菌了，莫把我新拿的千层地布也弄脏了噻！这是苏师兄口中那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一脚就踩碎了能毒死人的瘴毒鬼手，这简直是人形暴龙啊！有人在屋头没得？新来的杂役来报道喽！不是吧？这门是纸糊的嗦，我碰都没用力碰，是他自己倒的哈！你们该不会又要讹我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真没得钱啊！我那点3碎银子都要留到给俩小家伙买零嘴的。放下姑奶奶的球！妹儿长得真水灵啊，皮肤白得像瓷娃娃一样，2个丸子头好俏皮噻！哎呦，这小姑娘长得是真乖，就是脾气薄了点儿，倒像是我们川渝的辣妹子，我喜欢。哎呦，乖妹儿，你身手还挺劈头的嘛！你认不认得这个地方的主人哦？你家的大人去哪儿了？快叫他们出来，我是来报道的。你全家都是妹，你瞎了眼吗？姑奶奶，我已经300岁了，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给我放尊重点儿！不好意思啊，幺妹，不对，娘娘，你认不认到这个地方的风主啊？我是新来的魁首，盐绿的老头子叫我来这儿报道的。睁大你的眼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此峰的峰主苏妍妍本人。哎呀妈呀，真是不好意思，我还以为峰主是个白胡子老头子或者老太婆嘞，没想到是个这么乖的妹儿，长得还恁个撑算。我看你长得恁个乖，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大。你站在这足以致命的瘴气里这么久，头不晕吗？不想吐吗？没有那种七窍流血、灵力溃散的感觉吗？这不就是山里头起雾了嘛？我老家可是有名的雾都噻，而且我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大清早钻进深山老林里挖菌子，那雾比这还大呢。这点雾水水和海拔高度影响不到我噻，这空气吸起来还挺清新的嘛。哎呀，你不晓得，瞧我在后山摘的那几朵金水，香得很。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修炼了300年的极渊瘴毒，连元婴期的大能修士都不敢应接，沾上一点就会腐骨窒息。他一个身上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怎么可能做到万法不侵？他到底是什么怪物投胎转世的？哎呀，师傅，你看看，这地方简直是百年难遇的风水宝地啊！你看那边那个背阴的山坡坡，常年不见阳光，湿气又重，正好拿来种我的极品鸡枞菌和幽冥灵芝。这边平地光线好点，等我打几个大架子，正好用来晒我的老腊肉和风干野猪腿。还有墙角那个避风的旮旯，刚好能垒一排几10个大泡菜子。等这些弄好了，我每天就在山门口摆个小摊摊卖菌干和泡菜，算下来每个月少说也能多赚好几十两银子呢！发财了，发财了！这回真的是赚翻了。这小丫头脑回路还真是清奇，有点意思。颜律那帮老狐狸把她丢到我这死地来，估计是没安好心，想借着满山的瘴气杀人不见血。本姑娘偏不如他们的愿，我倒要看看这丫头能在这儿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哎呀呀，干活之前得先吃饱饭才行。师傅，你先等会儿，我去给你露一手，给咱们整顿接风洗尘的大餐。哟，这灵菌够鲜亮。这是什么香味？我活了300年第一次闻到。来都来了，师傅你别光站到做啊，快坐到一起吃噻！这火锅就是要趁热吃才巴适。
水，辣死姑奶奶了！这彩礼是不是有毒啊？我的舌头要烧掉了！哎呦，师傅，你这吃辣的水平不行啊！在我们老家，连穿开裆裤的小娃儿都比你吃得辣。你这样是要被全村人笑话的哦。师傅，我给你做了些甜点，快吃点解解辣，压压就好了。这软糯香甜的口感，嘴里的灼烧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怎么感觉体内枯竭多年的经脉也有一丝舒畅感了？这到底是什么仙丹妙药？怎么这么好吃？还有没有？我还想吃。这算啥子仙丹嘛？这就是我们那儿最普通的特色小吃——醪椒汤圆噻。师傅，你要是喜欢，想吃多少给你做多少，管够。原来这个看着凶巴巴的300岁娘娘是个重度甜食控啊！这就好办了，以后我天天给她做醪椒汤圆、凉虾、冰粉，只要把她的胃哄高兴了，这整片山坡坡就永远归我种菌子了。这波简直血赚！哎呀，看我这记性，忘记拿菌子种子了，我进屋去拿一下。让我再从地底深处引一点地脉灵气，这样这片土壤就能种出又大又肥的作物了。这虎妞刚才就刨了2下地都出汗了，咱们手脚快点帮她弄完，省得她累着，到时候又抱怨没力气去攒钱买零嘴儿。就是，现在这片地脉灵气这么足，金子长出来肯定又肥又香，等他看到了，肯定开心的不得了。我见鬼了！我就转身进屋拿个东西的功夫，那地咋个全都自己送好了？那些毒草草也都烧成灰了。哎呀妈呀！我就说这瘴疠山的风水硬是好得很嘛，连老天爷都在显灵帮我干活，这下可省了老鼻子钱和力气了，安逸。这丫头还真是干劲十足。可我这瘴疠峰的瘴气实在是厉害，宗门那些势利眼老东西也一直在针对我。瘴疠峰已经被边缘化多年，他留在这儿没好处，还是趁早劝走他吧。虽然挺喜欢吃做的甜点。小丫头，别在这儿瞎忙活了。这瘴疠峰的瘴气可不是闹着玩的，它能蚀骨腐脉。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在这里待着，撑不过半个月就会化成一滩血水。趁现在还有命在，赶紧收拾东西滚下山去，另寻个主峰收留你。而且我可提前告诉你，我这瘴疠峰穷得叮当响，是没有任何宗门俸禄的，连根毛都不会发给你。吃喝拉撒全得靠你自己解决。啥子蚀骨腐脉的瘴气哦？你别吓唬我了，这不就是雾嘛？而且还没得我老家深山老林里头的晨雾浓的，有啥子好怕的嘛？再说了，没钱我就去后山采菌子卖钱，没饭吃我就自己做老猪肉煮火锅，这屋子要是漏雨破了，我就自己上山看个秀。我还指望着种完这批极品大菌子卖个大价钱，好给我的团团和溜溜搭个舒舒服服铺着棉花的暖窝嘞。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赶我走，就是断我的财路，我跟他拼命，哪个都别想赶我走。搞啥子名堂哦？连我这提纯过的上古毒瘴都能完全免疫，而且毫无灵力波动。这丫头到底藏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看来这沉寂了300年的瘴疠峰，以后是要热闹起来了。
啥子东西哦？严律首作口谕，令瘴立峰峰主苏妍妍密切留意新来的杂役弟子张小琼之一举一动，若发现其有任何修炼邪术、行为异常的举动，即刻向戒律堂上报，不得有误。严律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先是不安好心的把他弄到这里来，又发口谕来指挥我，他算个什么东西？苏妍妍活了300多岁，这戒律堂的首座都换了3任了，还从来没一个敢在姑奶奶面前摆这么大的架子。他那点想利用这丫头搞名堂的龌龊心思，我一眼就看穿了。就凭这丫头做糖水的这门绝顶手艺，这丫头我苏妍妍今天是绑定了。严律那个老不死的，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先问问姑奶奶我手里的极元杖毒答不答应。我就说嘛，这瘴立峰湿度大，温度又利，简直就是为长菌子量身定做的。你看看这菌子长得白白胖胖的，水灵得很，拿到镇上去卖，肯定能多赚好几成，好安逸哦。姑娘，这灵君我要了。前辈，这株100年年份的幽冥灵獐我要了。这点灵石不成敬意，还望前辈大发慈悲，割爱卖给晚辈。啥子幽冥灵子哦？你这人是不是眼睛有毛病？这明明就是鸡从菌。我张小九做生意最讲诚信，可不是那种黑心商贩。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10文钱一斤就是10文钱，凭良心做买卖，绝对不行漫天要价。还有，你拿这几个会发光的花石头来糊弄谁呢？当我是没见过世面的瓜娃子啊！我这儿只收白花花的碎银子或者铜板，不认你们这些破石头。拿走拿走，别耽误我做生意。晚辈愚钝，晚辈终于明白了。前辈这哪里是在卖灵鱼，前辈这分明是在红尘中历练，是在考验晚辈的道心当啊！如此珍惜的极品灵材，前辈却只收10文钱的世俗之物，晚辈赚些五体投地，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前辈，这是晚辈身上所有的凡俗之物了，算是一点诚信，求前辈成全这份机缘。这点银子若是不够，晚辈这就回钱庄再取。啥子道心不道心的？这里的人真是人傻钱多，我以前还不信，原来这是真的呀！一篮子野菌子卖了100两，发财了，发财了！我二货，这几根烂木头看着又粗又结实，正好劈了当柴烧，这下连下山去买柴火的钱都省了。哟，开了！这是我的老天爷，那是千年阴沉木啊，是炼制上品甚至极品法器的顶级材料。我在气峰摸了10几年料子，闭着眼都能认出这质感。这玩意儿坚硬无比，普通法宝飞剑全力砍上去，连个白印子都留不下，居然用一把破柴刀给劈开了。哎呦，这木头看着硬邦邦的，劈起来还挺顺手嘛，干脆多劈点儿。晚上正好炖个腊猪脚焖洋鱼，火候肯定足，团团溜溜也能啃2块骨头打牙脚。住手！不能砍！搞啥子哟？师妹，亲娘哎，手下留情啊！这木头可千万不能当柴烧啊，这是暴殄天物啊！使不得，使不得！你这一刀下去，半座山头的银子就没了哟！你哪个？这木头黑黢黢的，除了烧火还能干啥子？不当柴烧，难不成留到起长毛发霉呀？我看你穿得人模狗样的，咋说话颠三倒四的？该不是从山下跑上来的疯子吧？我是你三师兄墨竹，以前是气峰的弟子，心直口快得罪了长老，才被贬到这瘴立峰来的。这木头叫千年阴沉木，留着大有用处，价值连城。师妹，你想干什么粗活重活？搭棚子、编竹筐、修家具，你尽管开口，三师兄全包了，我帮你干。真的吗？我想搭个大点的军棚，你要是愿意免费帮我搭，那就太安逸了。没问题，我帮你搭军棚，保证结实耐用，包你满意。不过作为交换，
这些木头劈下来的边角料碎屑，能不能留给我？要得，成交。不准反悔哈，反悔的是小狗。这柴刀绝对是上古神器，削千年阴之木跟切豆腐一样。小师妹也绝对是个隐士大佬，跑来咱们这破地方体验生活来了。我墨竹倒霉了这么多年，这辈子翻身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我必须死死抱紧这条大腿。三师兄，你这手艺硬是好得很，比我们村老苗匠还靠谱。不过我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咱们风有没得食堂哦？再不吃我都快饿晕球了，团团溜溜都快饿成2张皮了。咱们风穷的叮当响，哪来的食堂？那咋个办嘛？总不能饿死在这儿噻。但咱们有大师兄陈卫，他以前可是丹峰首席厨修，就因为死将食材本味胜过丹药得罪了长老，才被贬到这儿的。走，我带你去他小厨房蹭饭，保准香的你舌头都吞下去。走了，团团。何方孽畜，敢偷喝我珍藏30年的心血，我今天非宰了你炖汤不可！大师兄莫急莫生气，他就是只没见过世面的馋猫，不懂事，我替他给你赔罪了。不就是点卤汤嘛，我赔给你就是了，保准赔得你心服口服。赔？你拿什么赔？这可是加了36味珍稀灵草，日夜守着熬了30年的百年老卤。你一个新来的杂役，拿什么赔？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别想走出这个门儿！吼那么大声搞啥子嘛？震得我耳朵都快聋了。我拿这些新鲜的肥菌子给你重新煮一锅麻辣卤菌，保证比你那个啥子破老卤香1倍。不好吃，我给你批1个月才抵债，要得不？这是100年份的幽冥灵芝，这是300年份的冰晶雪耳。我的天老爷，这灵气浓郁的都快凝成水溢出来了。就算丹峰最深处的内库，也绝对找不出这么极品的存货。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宝贝？后山坡坡上我自己种的噻，而且是今天早上刚好的，新鲜的很，打火锅再合适不过了。好了好了，别废话了，我饿得都能吃下1头牛了。怎么样，哥没让你丢脸吧？这是什么香味儿？此前从未在玄灵宗闻到过，看着怎么还像是从张立峰飘下来的？怎么感觉体内的灵力不受控制的沸腾了？哎，这灵力效果简直比我当年练的上品聚灵丹还要强上10倍！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简直是神迹啊！这有啥子稀奇的嘛？这张立峰湿气恁个重，你们经常待到山上，肯定要多吃点麻辣的去除湿气噻。别愣着了，等下再多卤点，咱们拿下山去坊市摆摊卖，绝对能卖个天价，赚翻了！到时候咱们5分账，保证你不亏。大师兄、小师妹，你们太不够意思了，吃独食不叫我。你们2个大老爷们慢点吃嘛，给我留点，我都快抢不到了。还有团团溜溜都没吃呢，你们俩咋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坏了，是后山的妖兽，肯定是卤味太香把他们引过来了。这可咋办？咱们峰没什么防护阵。哎呀，坏了，肯定是我这卤味做得太香了，把山里头的野东西都引过来了。出去收拾他们，肯定要耽误半天功夫。这卤味放凉脱了就不好吃了，纯纯浪费。你们俩在这里多倒，帮我照看一下团团和溜溜。我出去把外头那个吵死人的家伙带进来，温顺的就留着松土驮货，肉多的就宰了做腊货，反正稳赚不亏。暴殄天物啊，造孽啊！这么好的灵山居然就这么浪费了，天老爷啊！师兄，这里不让睡觉。啊！墨竹，大师兄这是研发出什么美食了？这香味和以往的都不一样，比以往的都香。老三，你什么时候对猫和骡子感兴趣了？哦，这是新来的。怎么感觉周身的灵力一下子全部恢复了？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不抽筋了！老三，这菜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这治愈灵力浓度，简直比宗门最顶级的上品回春丹还要逆天无数倍啊！我这趟历练留下的暗伤，吃2口菜居然好了，这也太离谱了！哎，不就是普通的腊肉炒菌子嘛？我们山里头经常这么吃，有啥子大惊小怪的？这野猪送上门来的，刚好处理了做腊肉，够咱们吃好一阵子了。二师兄，这是我们峰上新来的小师妹张小朴，你吃的东西是她做的，那2个宠物也是她的。这个陈威又研究出什么新的菜系了？竟然如此之香！喂，有你们这么当徒弟的吗？吃好东西不带师傅。如果道歉态度好的话，我就勉强原谅。师傅，我不叫薇，我叫张小娇。师傅，这是小师妹做的，你快来尝尝，真的是世间美味。我体内压制了300年的极渊瘴毒，居然被这一碗炖肉化解了一丝。这丫头绝对不是什么普通凡人，她身上究竟藏着多少秘密？喂，丫头，这个破坛子是瘴立峰祖上传下来的破烂玩意儿，里面装着的东西我也搞不清楚。放库房占地方，送给你腌泡菜用吧，别嫌弃就行。我的天，这可是上古至宝百味坛，能完美锁住食材灵气，丹峰那帮人做梦都想得到。峰主居然就这么随手送人了，小师妹真是不简单啊！哎呦，这坛子看着旧，还挺结实厚重的，用来腌我的老坛泡菜正合适。谢谢师傅哈，你人怪好嘞。等我腌好第1坛，先给你盛一大碗尝尝。有了这个好坛子，泡菜肯定能发酵得更好，放得更久，味道绝对正宗。到时候拉到中州大城市去卖，绝对能多赚好多白花花的银子，发大财喽！团团溜溜的零食钱也有着落了。虎妞一个人翻3亩地，让本帅哥来帮帮他。本大小姐也来帮忙松松土。如此极品的灵材异象，要是能归我丹峰所有，今年的护镇高级丹药念额绝对能超额完成10倍。我的丹峰首座之位不仅稳如泰山，说不定还能再进一步，掌控宗门更多核心资源。必须把那些极品灵菌弄到手，最好连他培育种植的秘方也一起偷过来，彻底垄断整个修仙界的灵材供应。
明着要肯定不行，苏妍妍那个疯女人护得紧，那就夜里偷偷去，神不知鬼不觉。苍天有眼，我玄丹终于要出人头地了。大胆狂徒，竟敢擅闯此地！老东西，狡猾得很，大晚上偷偷摸摸的来，想白嫖虎妞种的菌菇，先过我这一关！怎么回事？这破山峰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哪个看脑壳的，敢半夜来偷我的宝贝菌子，断人财牢犹如杀人父母！老子今天非把你剁了做成红烧肉不可！敢偷到老娘头上来，我腻歪了是吧？这丫头刚才那一刀的威力，至少是元婴期大圆满，这怎么可能？她不是没有灵力的普通凡人吗？不行，暂时不能轻举妄动了，得回去想想对策。这个丫头绝对不简单。玄丹这老不知羞的东西，也敢来我的地盘撒野。本想亲自出手废了他，没想到这丫头自己随手一刀就解决了，真是有意思。看来这玄灵宗的天要变了。没想到这丫头底子这么硬，玄丹这个废物连她近身都靠近不了，看来得换个法子才能逼她的山灵本源显露了。张小桃、张立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颜律那家伙不是一直想边缘化张立峰吗？刚好借这个借口直接除掉那个死丫头。严守腾，那张立峰的丫头绝对大有问题。她不仅暗中私藏威力恐怖的邪术，重伤于我，还培育违禁的邪恶灵药。您不是早就想边缘化张立峰了吗？不如我们联手，直接以他培育违禁邪恶灵药，意图对宗门不轨这个理由除掉他，顺带解决掉张立峰，岂不是一举两得？这老家伙想借我的手给自己报仇，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不过正好我还愁找不到由头逼张小桃显露本源，好抓住他。这老东西自己送上门来当枪使，哼，不用白不用。长老言之有理，此女行迹可疑，意图对宗门不轨。本座这就安排剑锋大弟子苏清寒去拿下他。只要能查出他使用邪术的证据，坐实罪名，他那宗门大比魁首的身份就会彻底作废。我苏清寒依然是宗主最看重、全宗最耀眼的继承人。这一次，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张小桃，赶紧滚出来，交出你培育的禁药，乖乖随我回戒律堂受审，否则别怪我剑下无情，踏平你这破山峰！死鸟！你想摔死我吗？救命啊！要死鸟了！上古赤焰兽大人怎么会伪装成这样待在这里？完了完了！刚才主人那么嚣张，要是惹怒了这位大人，他一口灵火就能把我烧成灰，我还不想死啊！哼，这群胆小的家伙，我看谁敢和虎妹作对！和虎妹作对就是和我作对！我一定不会饶了他！一定是张小桃这妖女用了邪术暗算，不然好好的灵兽不可能集体倒下。妖女，你竟敢公然使用邪术暗算执法弟子，今日我便替天行道，拿命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旁门左道的本事。咋是你这个小白脸儿，看着人模狗样，穿得挺讲究的，力气咋个恁个小哦？还有你这剑的质量也太撇了嘛！我在老家镇上铁匠铺花10文钱打的切菜刀，都比你这个结实。要不要我给你个链接，你去打2把靠谱的？谁呀？一大早在我的张立峰门口吵吵嚷嚷的，还敢对我的宝贝徒弟动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好恐怖的威压！这童颜峰主果然名不虚传，实力绝对深不可测，甚至比我师尊还要强。今日有他护着，我绝对讨不到半分好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小豪，此事没完，咱们走着瞧。
下次我定要你好看！张小乔，今日之辱，我苏清寒铭记于心。从此刻起，我要闭关死修。我发誓一定要在修为上彻底碾压你，夺回属于我的荣耀。我要让全宗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天骄。哼，就这点连给我塞牙缝都不够的微末本事，也敢上门来欺负这虎妞，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活得不耐烦了。要不是怕吓着他，我刚才一口火就全给他们烤成焦炭，哪轮得到他们放狠话？这剑穗上的极品灵石成色相当不错呢，拿去山下访视的黑市，至少能换2斤上好的青花椒和1大包桂皮。等下拿给他，他肯定开心的要死。他最喜欢这些能换调料、能卖钱的东西了。来吃两虾喽，就你最惨，天天就知道吃。小心哪天吃成个走不动路里的大胖猪，到时候我就把你卖了换辣椒吃。竟然是上古赤焰兽和地灵鼠，这等传说中能毁天灭地的顶级神兽，竟然心甘情愿，甚至死皮赖脸的认这个没有半点灵力的村姑丫头为主。哎呀，团团，你看你又长胖了嗦！这丫头的真实身份，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10000倍。你知道吗？张立峰灵君有逆天药效。我听说了，而且听说可以米面粮油、腊肉辣椒来换灵君。咱们赶紧去吧，要不然这队伍要排到南天门了。给真金白银当然好，腊日面粮油、土猪卤肉、干红辣椒，坛坛罐罐来换也行，全都是能帮我攒钱过日子的好东西，划算的很。大家慢慢挑，买得多嘞可以打99折。张小乔，宗门正在举办灵扇大赛，你现在打的名声在宗门那是相当显亮，有没有兴趣参加？头名奖励一口极品上品丹炉。不去，啥子破比赛，纯粹是耽误我腌酸萝卜泡菜、晒风干鹿肉的时间，那得少赚好多钱哦，我才没得那个闲工夫陪你们过家家。严首座，连苏清寒都败下阵来，看来明着对付这个死丫头是行不通了。我们不如来暗的。我已经花重金买通了给张立峰送物资的杂役，让他路过张立峰山脚时，在密林深处撒下足足10斤的狂花药粉。那玩意儿无色无味，密林里的妖兽沾一点就会风性大发。到时候张立峰就会被踏成平地。到时候不仅能直接除掉张小猪，那片后山上种的上等灵木顺利也能成章的全部没收，归我所有。全宗丹菜共进，就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金山银山还不是滚滚而来？之前受的屈辱挨的打，我要加倍讨回来。这招妙极了，一旦引发大规模妖兽暴动，不光能踏平张立峰，张小毛也会坐实饲养灵兽意图谋反宗门的罪名，真是一举两得啊！玄丹，只要利用这场兽期把地脉刺激到位，顺便给张小毛按上罪名，拿下他献给老祖。他可是太上老祖苦等100年的山灵本源，到时候我就是当之无愧的手工之虫。大长老的位置非我莫属，到时候整个玄灵宗全由我说了算。这镇兽罗能震慑3阶以下妖兽，以防高阶妖兽失控反咬一口，有备无患。等兽潮踏平张立峰，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这等规模的兽潮，就算那丫头力气再大又怎么样？双拳难敌4手，早晚得被踩成肉泥。
张立峰马上就要被踏平了。哼哼，他的那些君子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全宗单才功绩就又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等他被逼到绝境，山林本源一爆发，才是我收网的时候。我勒个天老爷，那么多野火，这怕不是要提前过年了？发大财了，发大财了，简直是天上掉银子下来嘛！那么多牲口，温顺的全部带回后山养到，帮我立地搬东西，要省好多力气哦。那些膘肥体壮的，直接杀腊肉，灌风干肠，拉到集市上去卖，少说要赚一大坨银子。团团们，二溜溜今年的零食都能堆成小山了，难以餐了。乖乖些，等我回来哈。嚯，这牛长得壮实得很嘛，一身疙瘩肉，一看就是离地的好料子。以后就跟到我混嘛，包吃包住，顿顿精细炒料管够，过年还给你整9爪大牙去，要得不？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就这点本事也敢来闹事，简直找死！不好，这兽潮怎么突然停了？快敲镇兽锣，用音波抵消那股莫名的威压，让兽潮继续冲，绝不能让兽潮就这么停了！快敲！孽畜！这点小计谋压根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们排整齐点儿，一个跟到一个，莫走弱了哈。排好队哈，莫挤到一堆。一个个安分点儿，排为一哈，莫挤堆腿，一个个老实点儿。都打起精神来！这几头长得壮实的，楚离，以后就留在风里给我驮货松土，这下可省得去山下雇人花钱了，划算得很。这几头膘肥力壮的，赶到后山圈起来，留着过年做成极品腊货。哎呀，卖出去肯定是一大笔钱，团团溜溜今年的零食能堆成小山了。来，乖乖吃萝卜。天哪，这是山君转世啊！能号令万兽，这不是山君是什么？山君转世，山君转世，山君转世！张师妹绝对是隐藏修为的隐世大能，我们以前真是有眼无珠，竟然还敢嘲笑她，简直是班门弄斧，丢人丢到家了。来，乖乖吃这个，甜得很。该死，真是该死！这场兽潮不仅没能冲垮张立峰，反而让他声望大涨，因祸得福，收编了这么多妖兽。更麻烦的是，我能清晰感觉到张立峰地下的地脉已经开始剧烈异动了，绝对不能再等下去了。山灵本源觉醒在即，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既然暗算不成，那就明着来。昊天镜，我就不信宗门至宝昊天镜也照不出他的底细。用昊天镜当众验明他的体质，逼他的本源彻底爆发。到时候全宗上下都会认定他是邪修，我看他怎么辩解。张小桃，你结束操控妖兽、饲养兽群，意图谋反。你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灵兽契约波动，却能束缚如此多的高阶妖兽，必定是修炼了十恶不赦的魔道禁术，即可治罪。
张小梅师姐之前免费给我们灵菇，她这么善良，一定不是会修炼魔道技术的人。这可是戒律堂严律，他可是宗门最公平、最严谨的人，他说的话就是真相。此镜乃上古神器昊天镜，能照出世间一切邪术禁法，伪装隐匿。无论你隐藏的有多深，只要你敢站在镜前，就能验明你是不是修炼了禁术的邪修。你敢不敢上来照一照？这丫头的山灵本源藏得再深，在昊天镜的照射下，也必定能找出端倪。到时候只要金光显现异常，我就一口认定他是邪修本源，全宗上下没人敢不信，我就能名正言顺当场拿下他，抽取本源献给老祖。造就造嘛！我张小娇行得正坐得端，又没干啥子亏心事，怕你个锤子！就是你们这么搞，纯粹是在耽误我腌泡菜的时间。我一上午要少卖好多钱哦！这笔误工费，严老头儿，你等会儿要赔我的哈，少1两银子都不嫌。今天被这帮瓜逼耽误了半个时辰，少腌了3坛极品泡菜，损失了1两银子，简直是血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昊天镜一定是坏了。等下回去得加班腌回来，不然这个月的 KPI 都完不成了。这可是上古神器，或者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极其逆天的法宝，蒙蔽了神器的感知。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快说！啥子进不进的哦？坏没坏关我屁事。造完了没有嘛？造完我得赶紧回去腌肉了，一会儿那五花肉放久了该不新鲜了，卖不起好价钱了噻。耽误我赚钱，你赔得起吗你？连宗门的至宝昊天镜都照不出他哪怕一丝一毫的底细，这绝对是真正的大能前辈在红尘中扮猪吃虎啊！他的修为肯定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神级境界，连神器都能屏蔽。张师姐藏的实在是太深了。师傅，请你收我当徒弟吧，我想调来张立峰当杂役。妍妍师妹，这是我剑锋的尚方宝剑，我只求换一点灵菇或者1碗灵膳就好。可恶，连昊天镜都照不出来他的本源，看来一般的手段是不行了，只能请太上老祖亲自出手了。为了大长老之位，只能提前启动最终计划了。这一次，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小乔侠士，久仰大名，这是我青兰宗的一点微薄心意，不成敬意。若您愿意无步青兰宗做客，交流一下种植灵菌的心得，我宗宗主必定将您奉为最高级别的座上宾。天才地宝，修炼资源任您挑选。哎呦，来就来嘛，还带啥子礼物？太客气了嘛。不过去你们那儿做客就算了，我这后院还有一堆新萝卜没洗，泡菜还没腌完呢，实在是走不开噻。真当我来请教的，只不过是宗主让我来测测张小乔的修为深浅，找的借口罢了。我的天，连宗主赐下的极品探灵法器都直接被他的气息震炸了，他甚至连手都没动一下，这绝对是超越了化神期的隐世大能，这种人万万不可得罪，否则青兰宗都有灭宗之祸。那什么，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既然小教侠士没空，那我们下次再约。清寒，你现在的修为已经突破至剑心通明之境，实乃宗门百年难遇的奇才啊！我和其他几位峰主也一直在推举你当宗门下一任宗主。但是你上次在秘境的基础训练，竟然输给了一个凡人女子。我当然是知道那是你的一时失误，但是其他峰主呢？张小桃，我一定会打败你，下一任宗主只能是我。为了让其他峰主重新恢复对你的期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你说这些，都是因为我不愿看到百年难遇的奇才被淹没。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成为下一宗主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多谢首座的提点。张小条，我已成功突破至剑心通明之境，今日我定要与你堂堂正正一决高下，洗刷我昔日败给你的耻辱。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没空陪你玩过家家。我这儿还有这么多极品君子等着采摘良赛呢，别耽误我干活赚钱。想打架找别人去，我忙着呢。只要你肯应战，我就把我剑锋传承的阵风宝剑赠送给你，那可是中品灵器，价值连城。我要你那把破铜烂铁干嘛？还有从你上次断条的剑就能看出来，你们剑锋的剑质量差得很哦。那这样，如果你赢了，我个人私人出资，给你买10坛中州最好的百年老坛泡菜，再加20斤极品2增条干辣椒。啥子？你龟儿子说话算话哦！4坛极品泡菜2斤椒辣椒，不准耍赖哈！耍赖是小狗。哼，我苏清寒一言九鼎，绝不食言。你想让我怎么陪你玩？搞快点，我还要赶回去腌我的酸萝卜嘞，晚了就不新鲜了。请。这丫头死定了！苏师兄可是内门第一天才。就是，他那把破刀能挡得住飞剑。你这刁民，竟敢辱我宗门！吵死了，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等不可思议的神力，我就算再修炼100年、1000年也绝对赶不上。他根本不需要任何花哨的剑招，一力降10会，他才是真正的绝世天骄。我输得心服口服，以前的自己真是太可笑了。这个没用的废物，闭关修炼了这么久，竟然还是这黄毛丫头一招的手下败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垃圾！原来我苏清贤从头到尾都只是颜律手里的一颗棋子，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荣辱，甚至我的性命也是他利用的工具。颜律，你这老贼，我与你势不两立！既然明着强攻不行，那我们就换个法子。我们要让他在全宗所有人面前当众出丑，彻底发狂，情绪越激动，越能逼他的山灵本源彻底爆发。到时候坐实他邪修发狂、伤人的罪名，就算他天生神力，也绝对难逃整个宗门的制裁和镇压。我已经买通了膳食堂的内线，在给张小球送的肉汤里下了特制的奇毒。团团，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呀？哎呀，溜溜你也来啦！时机快到了。哎呦，今天这汤味道咋个这么怪嘛？寡淡的，还有股子怪味儿。膳食堂新来的厨子吧，手艺也太撇了。药效发作了，他马上就要发狂了，山灵本源马上就要显现出来了，终于要成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味道太淡了，压不住肉的腥味，加点辣椒面才够味嘛，麻辣鲜香，这才叫肉汤。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可是连元婴期的大妖兽都能瞬间毒翻发狂的绝境奇毒啊！他怎么喝了像喝水一样，一点事都没有？丫头，你认真听我说。我查阅了祖上下来的这本秘录，结合你这段时间的表现，
你这种万法不侵、百毒不侵，而且天生神力惊人的体质，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上古山灵之体。啥子山灵之体哦？听着玄乎得没边儿。我不就是从小力气吊点，能扛枕头椰子下山嘛？我们川渝的妹子个个都结实，哪有这么金贵的名头？这体质能唤醒沉睡地脉，是修仙界最顶级的本源之体。100年前，宗门有个太上长老，为突破化神延续寿元，四处猎杀拥有本源体质的修士夺取本源。他对外宣称做下闭关，实则一直躲在宗门禁地蛰伏。还有这种缺德老怪物，夺舍别人给自己续命，跟山里头拦路抢粮的土匪有啥区别？简直是不要脸到极点了！严律处处针对你，设下重重陷阱，把你丢来瘴疠峰，根本不是看你不顺眼。他是那太上老祖的手下，想借这里的特殊地魅唤醒你的本源，再把你献上去给老祖续命。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以后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师傅，你说啥子体质本源嘞？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就关心一件事。这古书的纸张摸着挺结实挺厚实的，还防水，能不能撕下来用来包我刚晒好的极品菌干啊？这可是能省去一大笔买油脂的包装钱呢。对了，小条，你才来没多久，可能不知道，玄灵宗5年一度的最高规格大比宗门大比马上就要举行了。按规矩，全宗所有弟子都必须参加。不去，打架有啥子意思嘛？有了闲工夫，不如多腌几坛子酸萝卜泡菜拿去山下卖钱。小师妹，你先别急着拒绝啊，我可听说了，这次宗门大比的第1名奖励和以往大不相同。今年的头奖是10个用深海泥烧制100年份极品泡菜糖，还有整整20斤宗门灵田培育的上好2金条干辣椒，又香又辣，外头有钱都买不到。散开，都给我让开！这个大比的第1名，我张小娇拿定了，谁也别跟我抢那些泡菜坛子和干辣椒，谁抢我跟谁急！哎呀，等会儿比完了，顺路下山去坊市摆个摊摊，把这批菌干卖了，又能进账好几十两银子，安逸得板。哎呀，我的菌干，我遭踩脏了。哎呀，别闹，我正忙着捡菌干呢。粒粒皆辛苦噻，掉地上多可惜哦。看到了吗？这就是返璞归真。张师姐根本不屑使用灵力，随手一击就蕴含大道之理啊！太强了！张师姐，请指教。我不玩了，你们都欺负人，我要回家。哎呀妈呀，这坛子质量一丝好得很，敲起来梆梆响。有了它，我今年能多腌20坛极品老坛泡菜，到时候拉到中州坊市去卖，团团溜溜今年的伙食费零这些全有着落了，赚翻了！这大笔没白来，比摆摊3天赚的还多。太好了，是太上老祖的亲笔信，我们翻身的日子终于到了。3日后，老祖将亲自降临玄灵宗，带走拥有山灵之体的张小乔，强行封禁瘴疠峰地脉，所有敢阻拦者，一律以叛宗罪论处，格杀勿论。严守座，这位太上老祖不是早就宣称作画闭关了吗？怎么会突然出关？这也太蹊跷了。他其实寿元将近，全靠阴毒秘法吊着最后一口气。他这次出关就等着这偏偏续命了，就是要以封印地脉浩劫拯救修仙界的名义，用大义裹挟全宗上下。到时候苏妍妍那个疯丫头要是敢反抗，就是与全宗为敌，与整个修仙界为敌，他必死无疑。只要老祖成功夺取本源，突破化神，我作为守宫之臣，这大长老的位置就非我莫属了。整个宗门都在我掌控之中。玄丹，到时候自然也少不了你的好处。丹峰的资源，我给你翻1倍。趁着3天后老祖降临、全宗大乱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抢走张小明的百味坛和那把神秘的赶山柴刀，若是能趁机掳走山灵之体献给宗主，到时候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又跑哪儿疯去了？弄得一身灰，等下给你擦干净。丫头，这几天你给我小心点儿，尽量别下山。
我感觉这天象不对，有大事要发生。晓得了，师傅，能有啥子大事嘛？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我现在最大的事就是赶紧把这批泡菜腌好，过几天就是赶长天了，耽误了卖钱才是天大的事。张立峰杂役弟子张小桃身负上古山灵之体，乃是地脉邪恶力量的化身。若放任此女继续成长，必将引发天地崩塌的惊世浩劫。今日本座要带她回禁地强行封印，以保我修仙界百年太平。老祖英明！张小毛祸乱宗门已久，早该被封印了，请老祖替天行道，拯救苍生。哎呦喂，搞恁大阵仗，难道是宗门在搞啥子大型庆典？还是说来了个财大气粗的大客户，要来批发我的菌子哦？所有人退到院内结防御阵，老东西敢踏足瘴疠峰半步，定叫他有来无回。师傅说的对，敢来咱们地盘撒野，拼了这条命也得把他们打回去。就是，敢毁我的卤锅和菌汤，我要把他卤了当下酒菜。守好山门，护好小师妹，绝不让他们伤她分毫。哎，你这小东西咋么扎得跟个火球似的？你这是在吓唬谁呢？虎牙是我罩的，我看谁敢欺负他。我的天哪！你们看瘴疠峰那火光和地洞，原来他真的是邪修化身啊！难怪能降服那么多高阶妖兽，肯定是用了旁门左道的邪术控兽，太吓人了。张师姐人那么好，前阵子山脚下闹立地，她还免费给我们送过上等灵菇，就那灵菇的灵气，咱们俩这点微末修为，怕是再等100年也吃不上。她要是邪修，能好心给我们送灵菇救人？就是，我上次上山砍柴摔断了腿，还是墨竹师兄拿他种的灵材给我敷好的，比宗门的疗伤丹药还管用。好人怎么可能是邪修？我看就是有人故意脏陷害。你这把破柴刀，好好的墙角不待，自己飞起来干啥？嫌你会飞是吧？等下摔下来磕坏了刃，我劈柴都不顺手，看我不把你当废铁卖了！山下这些人干啥呢？齐刷刷跪地上干啥子哦？我又没欠他们钱，不至于行这么大礼吧？怪不好意思的，也没人说要给我随份子啊。喂，天上的那个老头子，你搞恁大阵仗，到底是来批发菌子的，还是来订老味肉的？要买东西就排队嘛，银子付了再说。泡菜我这儿也有，量大的话给你打个8折优惠哈。这老东熟悉真是活得够久的，我还不会幻化人生的时候他就这么老了，几百年过来竟然一点没变。这天上的老家伙身上邪祟的味道竟然如此强烈，虎妞接下来有危险啊！不知死活的黄毛丫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本座今日便替天行道，收了你这祸乱世间的妖孽！哟，还替天行道？我看你是厕所里跳高，过分了！你就老实说，你是不是想买菌子、买泡菜，但是不想掏钱？小孽畜，受死！来得好！苏妍妍，你身为瘴疠峰一峰之主，竟敢公然阻挠本座替天行道，就不怕被扣上叛宗谋逆的死罪，落得个神魂俱灭、永不超生的下场？老怪物，少在这装什么悲天悯人的圣人！我在这瘴疠峰待了300年，还没人敢在我的地盘上明抢人。什么？太上老祖竟然是为了抢山林稳元给自己续命才故意抓张小纯的吗？瘴疠峰人的话也不能全信吧？太上老祖可是天下公认的大善人啊！一派胡言！苏妍妍公然勾结邪修妖女，大逆不道，意图谋反，简直罪无可恕！戒律堂所有弟子听令，给我一起上，拿下这个欺师灭祖的叛徒，格杀勿论！拿下邪修张小群！
反抗者格杀勿论，踏平张立峰，清剿邪罪。不好，虎妞，这下麻烦大了。听这个动静，山下来的人还不少，他们手里还拿着剑，虎妞要小心啊！丫头，你往后站，我来挡着。这老东西修为深，你别硬扛。你个老不死的龟儿子，瞧到老子老烟泡菜就算了，还敢动手打伤我师傅，想白嫖抢我的菌子泡菜就直说嘛，扯啥子浩劫不浩劫的恶心人！我看你就是厕所里点灯找死，强买还搞人身攻击，真当我张立峰是李家菜园子，想来就来，想抢就抢，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给我开！给我镇压！想白嫖没门！给老子开！怎么可能？徒手劈开连元婴期修士都能死锁住的锁灵甲，这究竟是什么怪力？你这丫头开了外挂是吧？天道都不管管的吗？不准欺负我家虎妞！你们这群坏人都给滚！再往前一步，就把你们全烤成焦炭，串成串！起！早知此女是山灵之体，却没想到她觉醒得如此彻底，竟能直接引动最纯粹的地脉本源之力，连2头上古神兽都甘愿认主。今日若是能留下，小主必死无疑。老祖，我要挣扎喽！自安一刀！不可能！我这防御……看你龟儿还往哪儿躲！不可能！区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体，怎么可能完美掌控山灵本源？老夫不甘心啊！老夫谋划了整100年。完了，全完了！连老祖都被打跑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赶紧跑，万一不小命都没了。欺负完虎妞就想跑，问过你姑奶奶同不同意了吗？严律老贼，你利用我构陷同门，高洁老祖，祸乱宗门。今日便是你恶贯满园、身败名裂之日。张师姐威武，张师姐 YYDS。戒律堂首座严律，勾结太上老祖，大逆不道，即刻废除修为，打入思过崖，终生思过。丹峰首座玄丹长老同流合污，罢免首座之位，罚去丹房做烧火杂役。太上元老重伤遁草，宗门即刻下达最高级别追杀令。张立峰护宗有功，特封张小乔为张立峰少峰府，赏极品灵田100亩。100亩，整整100亩！这要是全种上我的极品大菌子，那得卖多少倍花的银子啊！发财了，发财了！不好意思，太激动了。你看这2个家伙。好娇娇，你就再给师傅做一些甜食吧，记得多加冰哦。
你们两个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再这样下去，过2年我怕是连门都背不动你们了哦。行了行了，晓得你们有良心，赚钱不就是为了养你们这2个小祖宗吗？各位，探子密报，玄灵宗出现了万年难遇的上古山灵之体，这可是能让人直接突破化神、延续数百年寿命的地脉本源。这群宗门主肯定会立刻对山灵之体下手，先让他们鹬蚌相争，2败俱伤，到最后我再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拿下山灵之体。有了山灵之体加持，我必定一跃成为3界霸主。立刻给我派人盯死那天界张立峰！只要得到这个上古山灵之体，吸干它的本源，我就有机会称霸3界了！张小毛，老夫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我重振旗鼓，定要将你抽筋拔骨，夺取你的山灵本源！来，乖乖，吃好吃的。这个虎牛突然打喷嚏，吓得我菌干都掉了。不过它是不是感冒了？怪哉怪哉，这大热天里我也没着凉啊！难道又是哪个看到过的红眼病，在暗地里惦记想来偷我的宝贝镜子了？玄灵宗的人听着，立刻交出山灵之体张小乔，本少主保你们宗门香火不灭。若是敢说半个不辞，今日就是你们玄灵宗的灭宗之日。就这点破烂护照，也敢在本少主面前班门弄斧？哪来的恒古未化之犬，也敢闯我玄灵宗山门？而且回你那泥沼窝中，照看清浊，再论是否配站在这青天白石之上。传闻张立峰峰主是个童颜绝色，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等我抓了张小曹，连你一起带回天机阁做小妾，保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死来！雕虫小技，必夺金步。外头哪个在敲门哦？敲得恁个响，跟拆房子似的，把我的军棚都震得掉灰了，赔得起吗你们？你就是那个传得神乎其神的山灵之体，我还以为是什么3头6臂的人物。乖乖跟我走吧，少受点皮肉之苦。就是这小弟，快躲开啊！你个龟儿子，踩坏了我刚种下的极品鸡种菌苗，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一株苗值3万钱，你踩坏了20多株，这笔账今天必须给我算清楚！给老子水！怎么可能？你居然用一个破坛子破了我的天机擒龙手，这绝对不可能！你肯定耍了什么阴招。啥子破坛子？那是我用来腌老坛酸菜的宝贝，比你的破爪子金贵多了。你踩坏了我的菌苗，今天不赔个10两银子，你休想走脱，少一个铜板都不行。看到了吗？张师姐随便拿个腌菜坛子都是上古神器，她根本没把天机阁少阁主放在眼里，这就是返璞归真的大佬啊！太霸气了！傲家的小娃娃，山灵之体是老夫的囊中之物，你还不够资格跟老夫抢，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老夫用这10万大山的地脉生灵献祭，布下了万邪噬灵大阵。今日不仅张小乔的山灵本源要归我，你们所有人
都将成为老夫突破化神的养粮，一个都跑不掉！师姐，快走！这老怪物已经疯了，坠入魔道了。这里有我们挡着，你赶紧从后山走。丫头，这万雪阵太邪门，战斗就会被吸走灵力。你带着团团溜溜赶紧从密道逃，走得越远越好。好，他把我的军棚毁了，我的泡菜坛子也熏臭了，我这一季度的生意全让他搅黄了，损失了好几百两银子，我讨个锤子。该讨的是他，这笔账必须算清楚。山灵本源终于彻底觉醒了，乖乖把自己交出来吧，这是你的荣幸。上古神兽，他居然把2头上古神兽当宠物养，这还打个屁呀！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难怪之前那么狂，原来是有这么硬的后台。一个老不死的龟儿子，黑我的军棚，黑我的泡菜坛子，毁我生意，我要你拿命来还，给我死！别杀我！我是你太上师祖，咱们同出一宗，你不能欺师灭祖啊！传出去会遭人诟病的。杀你太便宜你了，还脏了我的道。你毁了我的军棚，踩坏了我的军苗，害我损失了至少500两银子，就这么死了，谁给我干活还财？宗主老头儿，这个老壳子交给我处置，让他去我张立峰种地还债，你们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全凭张少峰主处置，您说了算。从今天起，你就在我张立峰给我种地，我拿100亩林田，你天天给我翻土浇水施肥，敢偷懒不好好干，我就让团团烧你的屁股，烧得你跳脚。张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晚辈知错了，晚辈这就滚，再也不敢踏出玄灵宗半步。想走，踩坏了我的军苗，毁了我半亩军田，不赔钱就想走，没门儿！把你们天机给的飞天绳索、法宝，还有所有灵石，全给我留下抵债，少一样都别想走。拜见山灵大人，求大人自荐。我等备了薄礼，还望大人笑纳。师傅，他们喊我啥子山灵之体哦，我咋个听不懂？我不就是从小力气点儿，能扛野猪能劈柴吗？我们山里娃个个都这样啊，咋还都给我送礼？不会是想赊账买菌子吧？你不用管他们喊什么，他们就是来买你泡菜和菌干的，而且都是大客户，出价高得很。老祖，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天天种地，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闭嘴，赶紧刨地！今天完不成任务，那丫头又要克扣我们的晚饭了，连咸菜都不给配。忍一时风平浪静，先保住饭碗再说。这日子才叫安逸嘛，有个前途赚，有好吃的，还有人免费干活，这才是人过的神仙日子。以前在山里赶场都没这么赚过。这么大的野生菌，这得卖多少钱啊？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这玩意儿晒干了，绝对能当正宗之宝卖。我要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卖给中州那帮有钱的冤大头。下界凡女张小袍，你本是仙界食神座下的一缕烟火气转世，历经凡尘磨难，如今你在下界功德圆满，速速携此九转仙魔，白日飞升重归方，莫要误了时辰。飞升，张山界竟然引来了飞升接引之光，这是我们玄灵宗万年为有之大幸啊！光宗耀祖，简直是光宗耀祖啊！死丫头，恭喜你了！到了仙界别忘了我，有空记得给我托梦，多做点老骨汤圆给我尝尝。啥子飞升哦？我上去当神仙有没得工资啦？保持照住不？上面让不让摆摊卖泡菜？有
有没有祭祀赶场？仙界不沾染凡俗铜锈，神仙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自然无需摆摊做买卖，潜心修炼便可。谈钱俗不可耐。不给钱，还不当卖泡菜，天天喝西北风，那个全骨头啊！神仙当然有啥子意思？不钱，谁爱钱谁钱。张师祖，使不得啊，那可是飞升成仙啊！万年难遇的机缘，不可对上仙无礼呀！啥子上仙？不赚钱我上去啥子？喝仙风饱肚子啊！我这藏历峰100亩的菌子刚种下去，我后院还有几十坛泡菜没发酵好。我走了，这些生意哪个给我管？损失算哪个的？你赔我啊！你赔得起吗你？放肆！仙界法旨，岂容你一介凡女肆意拒绝？今日你生也得生，不生也得生，由不得你！你个瓜皮，强买是不是？想抓我去当免费劳动力，门都没有！老娘还就不吃这一套！这不可能！下界凡俗之力，怎能斩断仙道法则？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这个疯丫头，竟敢殴打仙使，对抗天条，反了！反你个大头鬼！你从天上掉下来，弄坏了我刚翻好的地，还压坏了我3族集中军。上古赤焰兽，地灵鼠，这下界怎么会有这种恐怖的东西？还跟个村姑混在一起，这不合常理呀！哎呀妈呀，你们天上还挺有钱的嘛！这些东西拿去中州，绝对能卖个天价。就当是你们弄坏我今天的精神损失费了，不亏。那朵仙菇是先帝赐给你的飞升信物，你既然不飞升，把它还给我吧，我也好回去交差，不然我要受罚的。到了我藏历峰的地盘，就是我的军国，我还指望把它切片熬火锅底料腌泡菜呢，想拿回去，你没门儿！今晚上加餐，咱们全峰吃仙菇炖腊肉，大家放开肚皮吃，管够！团团溜溜也有份儿，吃个饱。早知道他这么厉害，打死我也不去招惹他呀！好好的化神期老祖不当，现在只能在这里当一辈子龙农，连口仙菇汤都喝不上啊！真是造孽！都别挤，排好队，一个个来。再挤就不卖给你们了，有钱也不卖。唉，这钱赚得太多了，都没地方花了。每天就是收钱、种地、腌泡菜，翻来覆去都是这点事。这日子过得真是太无聊了噻，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你这话说出去，外面那帮苦修几百年的老魔府能气得当场吐血。你现在可是整个修仙界公认的第一人，无冕之王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地位，你还嫌无聊？知足吧你！第一人有啥子用嘛？又不能当饭吃。这山上的菌子品种我都吃腻了，泡菜也就那几样，没得挑战性。嘴巴里淡出鸟来了，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传说中的星界引路石，古籍上有记载，传闻在9天之上，除了仙界，还有无数个奇异的星空世界，那里长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宇宙奇珍，还有无数我们见都没见过的物种。你是说，别的世界还有我没吃过、没见过的极品大菌子，还有没腌过的新食材？古籍上是这么说的。据说星界有一种星海雷暴菇，吃一口能感悟雷霆大道。还有月华灵菇、星河虫草。团团溜溜，收拾行李，带上北魏炭和10斤干辣椒，咱们走，开拓新市场去。师姐，你要去哪儿啊？这山货铺的生意怎么办？订单都排到3年后了呀，客人们都等着拿货呢。这修仙界的钱我已经赚够了，菌子也吃腻了，我要去星界开拓新市场，我要把我的老坛泡菜卖到全宇宙，顺便去薅点外星人的野生菌。